我们调用了逆商和天命的卫星，集中调查了修伯利安的当前轨道，结论是，你们周围的空间环境并无任何能探测到的异常。奇怪，自动驾驶系统的校验也没有异常啊，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飞船不断偏离既定航向吗？会不会是飞船的动力在机械上出了什么问题？那不可能吧，你忘了吗，德丽莎？修伯利安的核心动力系统已经全数迭代成可编程控制的混钢材料啦，如果真有什么问题，早就从我这里检测出来了。对，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啊？混钢的问题吗？准确地说，是编程的问题。如果有一种干扰信号恰好被混钢当作控制命令错误接收了下来，那么机械系统的实际反应或许就会和控制系统的预期反应产生一定的偏差。而如果这个干扰信号的源头一直得不到控制，那么误差也会越积越多。德丽莎女士，考虑到修伯利安无法在深空中自行排查此类问题，我建议你们立即终止这次演习，着手返航。逆商的空间站会在近地轨道与你们对接，对修伯利安进行完整的检修。好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虽然就这样返航难免让人有些扫兴，但安全显然更为重要。爱将，按演习计划书中的紧急撤离方案执行返航，我也会一直留在剑桥，给你提供必要的。不玩了，和你下棋根本就没办法赢。哦，是这样吗？我觉得只要你想，你一定有10000种办法可以赢过我吧，梅比乌斯。比如说，在自己的脑子里装一个专门用来做这件事的芯片。那不是你最喜欢做的事吗，维尔薇？好吧，确实没错。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你还真是讨厌失败呢，梅比乌斯。明明你的圣痕计划被推倒重来过那么多次。那不是我的计划，它之所以难产，只是没在频繁修改战胜崩坏的定义，仅此而已。他一贯喜欢定义，你不觉得吗？就像上次那份5种平行真理的报告。我反正不觉得台下那帮家伙真听懂了他在说什么。重要的是你听懂了，而你面前的这个维尔薇，他应该也能听懂大半。那可是在基地礼堂里举办的全体报告哦。看见埃尔文那种绞尽脑汁，仿佛想用小学数学去理解微积分的样子，我都替他可怜。为什么非要定义崩坏？把它当作原始概念，反过来去定义人类，不是更方便吗？维尔薇，你刚才没说话啊？我不是要让埃尔文他们真的去理解诸如 zeta 函数这样的概念，即便是苏，要理解自己从未涉足的领域，也需要不少时间。但我认为有一件事是当时必须要去做的，那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崩坏并不是一种神秘到无法理解的东西，它只是太复杂了，仅此而已。我相信，定义崩坏远比定义人类更简单。嗨，晚上好呀，梅博士。晚上好，指挥家。这味道，你们俩又拿泡面当晚饭了？
怎么了？你家里就没有喜欢吃泡面的吗？有，但他答应过我，在还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不会主动去吃方便食品。切，少来我面前显摆这个。你是来这里要计划的第15版方案吗？我刚刚传上服务器了，你自己回去查收一下呗。梅比乌斯，自从变成这个样子后，你好像暴躁了不少。怎么突然在一起这个了？对工作来说，重要的永远是做事本身吧。平头品足又算什么出息？看来，他也许需要你的魔术表演来放松一番，威尔威。好呀，下次我变魔术的时候，一定邀请他来。算了，逞口舌之快也只会浪费时间。难得你们今天都在这里，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已经迭代了15版的圣痕计划吧。说真的，梅，你究竟和谁站在一边？哦，他不就站在我旁边吗？维尔薇。哎呀，开个玩笑而已嘛。我知道你提出的问题很严肃。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调剂一下气氛，不是吗？梅比乌斯，我从来都只站在文明的那一边。用来压制那些糟老头子的话术，对吗？虽然我并不想强调我是你的前辈这种蠢话，但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梅博士，你有义务讲清楚，你究竟想用这个计划去实现什么？原来如此，在你看来，我对圣痕计划抱有某种超乎寻常的热情。那不是废话吗？你已经逼着我改了15版计划书啊！15版！作为成功率最高的解决方案，它值得我们严肃对待。留给未来的切入点，自然也是越多越好。真的是这样吗？那个广受欢迎的火种计划，可是连1页具体的计划书都还没有啊！你知道，那个计划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执行方式会更加特殊。或许吧，但两者的待遇差别如此之大，又怎能不让人怀疑，在你的心目中，其他计划都不过是给圣痕计划装点门面的呢？有一点我不明白，就算事情的经纬如你所说，但圣痕计划最初的提出者不正是你自己吗，梅比乌斯？我那时可没想到，有人会把它看成唯一的希望。对你个人来说，这的确有些荒谬，我完全能够理解。毕竟，重新定义人类的方式有很多。但梅比乌斯博士，人类只是文明界已诞生的基石罢了。我想你不会否认，人类究其根本也不过是一种略有智慧的生存机器，和其他植物、动物、微生物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更准确地说，我们的肉体凡胎只不过是基因为自己打造的贮藏器而已。可那又如何？不管它是基因也好，轮回也罢，每个人都拥有反抗造物主的潜能。文明，比起由具体的人所创造的奇迹，那东西真的重要吗？但就事论事地说，无法兑现潜能，那才是人类的常态吧。如果你以自己这种个案为标准去衡量全人类，那未免也过于傲慢了，梅比乌斯博士。梅比乌斯博士，身为烛火之蛾的一员，
你我终究要为作为文明的全体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个体的生命，由生命带来的真理反而是更加本质的存在。也就是说，无论由谁来当维尔薇，维尔薇的才华才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的确没错。那只是你，我可没打算让另一个梅比乌斯来取代自己。那不重要，想想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吧，梅比乌斯博士。无论下一代和上一代的精神世界是否重合，人类的文明都只能在下一代的身上不断延续。无论他们的父母是否喜欢，